愤怒小猫就是针对的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来的，它是一个征收的夹舱，它为什么旁边有2个白色的一个装备？那个也是 sensor， 它可以接收米波雷达。五角大大说，这个 F-16已经准备带着愤怒小猫前进到这个战场。如果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启动了它的米波雷达，一次都让美国掌握，因为美国当初对于米波雷达只有从乌克兰获得。但是到底如何运用，或者现在进步的程度，美国并不了解。好，接下来赶快来关心到中东情势哦。现在是不是美国说的开战倒数正式的进入10天内？川普也下了最后的通牒，包括了祭出在中东附近的双航母。那么另一头呢，我们要看到中俄现在联手锁住海峡，荷姆兹海峡。今天会一起来关心在中东的整体情势。好，现在其实非常的紧绷，因为川普下的最后通牒对伊朗，一方面是好好的谈，另一方面军事上面也有祭出新的动作。川普在政治上面对伊朗下的最后通牒说，10到15天，我给你一个期限，如果呢核谈判还是没有办法突破的话，不排除动武了。那确实现在看到了，包括福特号跟林肯号都已经正式的进入在地中海跟阿拉伯海域，等于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形成了一个南北的夹击态势。其他强化部署的部分，我们也来看到美国祭出的各种270架各种的战机进入随时可以发动一个远距离精准打击的预备状态，并且呢也出动了美国的电战机，它的各式的预警机，并且在 F-16上也是第一次挂载代号是愤怒小猫的先进电子战的吊舱。我们来看到五角大厦也跟川普提出了很多他接下来可以使用的方案，这些方案包括了有限的精准打击、分阶段的升级，还有一个是斩首行动，这是最高的一个行动，斩首行动。那现在美伊到底有多紧张？我们看到包括了南韩跟波兰政府已经公开呼吁自己的公民赶快离开伊朗。那学者也做分析了，美国跟伊朗现在其实是在高风险的一个状态，一旦双方有任何的误判，就会升级为区域性的一个冲突。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的，川普的极限施压，双航母都压境了，能逼伊朗退让吗？那如果真的动武，可能会采取哪一些军事行动？委员怎么看？现在能够救川普声望的只剩下伊朗。他必须在伊朗里面建功立业，才有办法救他自己的声望。那要建功立业，必须得到什么？得到以色列的绝对安全。以色列绝对安全有几个步骤：第一个，要求伊朗会合；第二个，要求伊朗限武，就是限制弹道导弹啊；第三个，叫铲除革命卫队；第四个，铲除神棍政权。那这4个步骤都完成的话，以色列的安全是绝对保障的。而且可以使得伊朗不成为中东的霸权。至于所谓区域冲突，不会啦，打来打去就是美国、以色列、伊朗，没有别人会参加啦，别人也不会受损啦。那大家在要求说公民撤离什么，就是看法跟我一样会打仗啊。那川普一定开的条件哦，他的个性是这样的：你如果退一步，我就继续加码；退一步就你可以看到关税政策就有这种迹象了，所以会压到了伊朗没有办法答应的程度。那怎么开打啊？虽然有人讲说是什么有限精打什么斩首行动，其实一样的东西。他第一个他只会用大轰炸，那现在只是看他的本事，他能不能像贝尔格勒大轰炸连续炸了70几天？他如果能够连续炸个100天，伊朗一定垮了嘛。因为他炸的不是老百姓，他炸了政府机关、革命卫队，而且伊朗是毫无反击的能力。那有人在讲说什么中国、俄罗斯啊，跟那个伊朗啊，在那什么阿拉伯海啊，在这演习，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啊。中国、俄罗斯也不敢插手，也没有能力插手，因为这一场是空军之战，中国跟俄罗斯在那边毫无空军可言嘛。那对于这个伊朗，他现在要面对的刚好就是这个政权最脆弱的时候。他这个经济搞垮了，社会声望也搞垮了，政治的这个所谓威望全部都没有了。那这个正是美国推翻这个政权最好的时机。那有人说，哎呀，大部队没有上去就没办法推翻，这个跟阿富汗不一样啊。阿富汗是说你要重建一个政权，你要保护新政权才需要这么做，他根本要成立政权啊，他就把老的政权炸得稀里哗啦的，让他到处跑，瘫痪掉就可以了。因为他现有的国防军就有机会，国防军很想政变，没机会政变，你创造他们让国防军政变的机会，没什么不好啊。所以不是伊朗本身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反对美国去轰炸伊朗。
甚至有的还暗中窃喜，你最好把这些哈美尼都炸死了啊，只是情报灵不灵而已啊。所以这神棍政权、这革命卫队声望已经掉到谷底了。现在就看川普如果把这些铲除的话，那以色列的安全程度当然提高，战争以色列会受点损失可以，但以色列经得起，没有问题了哈。所以虽然这些配备啊等等，重点还是我刚才讲的，贝尔格勒轰炸了70几天。你能不能轰炸100天？有没有这个本事？因为要很多很多的弹药啊，很多很多的武器啊。那如果行的话，伊朗一定垮，伊朗这个神棍政权一定垮。那如果你轰炸不了100天，那就变成要不要来个第2次啊？这个就有一个桥的空间。但是除非伊朗愿意怎么样，奉上不平等条约，我会合，我献武，然后那我约束我的革命卫队的这个控制范围。他现在伊朗是用革命卫队来控制这个国防军，就像纳粹用党卫军在控制德国国防军一样的道理啊！这个东西，这个锁链只要被解除，国防军一定会跳上政坛来政变取得政权，这是伊朗的传统。好，所以我们看现在川普喊的最后的开战倒数时间，做给伊朗的警告。那一方面也是针对伊朗的宣示哦，就看川普接下来的决心。那在伊朗的方面，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中俄的角色加进来，是有来自于 X 账号特别做的披露，说伊朗跟俄罗斯已经互相达成了一个5亿欧元的军火协议。那《华尔街日报》也说，中俄伊3国计划近期在荷姆斯海峡这边举行联合军演。特别注意到的是，在乌代德基地这边，美军数百名的美军已经开始做撤离了。外界在说，主要就是因为担心伊朗接下来会有这个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饱和攻击。针对这些议题，尤其在中俄此刻的动作，吕舰长怎么看？我们在过年前我们就讲到啊，对于伊朗来讲，它就是以拖待变。那对于美国来讲，它就是等航空母舰。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看到航空母舰的动态的话，那我们讲到2月9号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福特号它有其他的改变，但是我们看到布希号好像已经出发了。那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更近一点的，也就是2月17号的话，实际上来讲，第一个先准备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其实现在已经穿越了，也就是福特号。那但是布希号呢？那我们等着看今天晚上那个美国它这一个海军的一个新那个学院它所公布的这个内容啊。但为什么他们会派出这个航空母舰呢？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也就是它需要舰载机。舰载机的数量其实比它部署到现在我们看到约旦或者以色列的数量还要多，而且灵活。那我们讲到说，这有关于10天到15天的这个期限呢，其实都是假的。那上一次，川普也有给这一个伊朗时间呢，但是第2天就攻击了，所以这一个完全是看什么时候进入这一个福特号的攻击圈内，它只要一进入，然后那个它相关的情资，然后有关于那个相关的交战准则一旦完成，马上就会发动。那其实我们讲到，对于伊朗来讲啊，伊朗其实它一定不会无核化的。如果无核化的话，其实现在那个就像刚刚郑源老师讲的这一个神棍政权啊，他的这个首领哈米尼一样活不下去。不相信的话，去看一下利比亚当初是怎么样。那至于说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都是航空母舰的部分，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运输机从美国本土出发，或者是从欧洲出发，都是不断的加强以色列以及约旦的一个部署。这个也就是刚刚那个蔡正元老师特别讲到的你准备了多少弹药？我们看到那个它的运输机是非常频繁的啊。那至于说我们看到说刚刚最后有提到一个愤怒小猫，愤怒小猫就是针对的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装备，它其实它是一个征收的夹舱，它为什么旁边有2个白色的一个装备？那个也是 sensor， 那个 sensor 是建构一个什么？它可以接收米波雷达。因为其实现在可以完全接收米波雷达讯号的，也就只有愤怒小猫而已。
那所以现在那个五角大厦说，这个 F-16已经准备带着这个愤怒小猫前进到这个战场了，也就是如果中国大陆启动了，或者是俄罗斯启动了它的米波雷达，也就是它的电磁参数，一次都让美国掌握。因为美国当初对于这个米波雷达只有从乌克兰获得，但是到底如何运用，或者现在进步的程度，美国并不了解。所以我们讲到说，每一次的战争啊，我们看到的都是血淋淋的部分，但是对于大国来讲，那个正是他们的这一些装备角力的最佳时刻。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国在外部针对伊朗做了极限施压，但是内部我们也要来看到是不是它也影响到，希望能够影响到内部的政权来做一个政权的更换呢？因为最新消息是美国的特使他说了，接受川普的一个指示，会会晤伊朗的前王储。那刚好伊朗现在比较敏感的是，他的大学正在爆发反政府的示威，所以现在看起来一边是会晤王储，一边内部又有示威，是否现在美国透过外部势力要推波助澜，帮助伊朗来推翻他现在的政权？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他当然在内外都在用一些非军事的方式，经济制裁已经是几十年了，然后呢，外交上的压力，那同时内部的这种可能的鼓励或者是渗透，我觉得大概都有，但大概都不会是太关键，因为在现在大学的示威大概只有几百人。那个王储呢，他在海外很支持，可是，在伊朗内部呢，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他是不是还有足够的这个支持的力道。那因此，美国现在的确在思考，就是所谓的后哈梅尼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可是现在从美国的媒体看起来，我看各方面的报道，他们认为这个礼拜会先小打。也就是说会先这种教训式的，然后呢，飞弹攻击式的去打一波，打一波之后呢，川普已经在问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伊朗不投降？他明知道已经撑不下去了，所以他大概知道伊朗等待你这个小打，看能不能撑得过去，然后是不是美伊之间会进行协议？那这个协议当然美国的要价就很高，伊朗是不是能够去负担？不是只有核协议就会满足的。美国基本上是要削弱哈梅尼政权的控制，然后呢，逐步的去瓦解，因为他知道这整个伊朗最后的关键，核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整个神权政权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可是你要去完全的去让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点去产生就是政权更替那个代价可能很高。你光不知道你武器的库存够不够，你产生的这个区域冲突会如何等等之类。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他最好的方式，也许是认为说，先来小打，产生协议，让伊朗整个神权政府这个削弱，然后呢，再做更替。可是这个话能不能够真的那么美好的去推动可能是不是川普最后还是需要一种蛮大规模的攻击之后，伊朗政府才会真正的退让？而伊朗政府，美国到底要伊朗政府只是退让，还是说要伊朗政府立即的败亡？他可能也在面临到不断的评估。是在中东，现在战事随时要引爆。伊朗这一回会祭出的，包括它的无人机蜂群，再加上中国大陆的电战系统传出来有做帮忙伊朗做支援。再来就是弹道飞弹，要对决的是美军的航母。中美2-1走到开火的边缘了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注。我们赶快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来自于今日以色列报最新揭露的美军在中东，他说呢，兵力所有的布局都已经完全的全方位到位了。赶快来看到目前美军方面做了哪一些准备。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伊朗则是完全的备战，又准备了哪一些在武器上面的细节。先来看到美军方面，林肯号正式抵达中东，随行的包括了6艘伯克级的驱逐舰，还有2艘的核潜舰，据传也在这当中。而第2艘航母现在呢，更是已经在路上了。林肯号包括它的甲板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已经布满了各个型号的战机，这当中包括了 F-35C 逆中战机，还有超级大黄蜂等等。另外就是这个林肯号航舰打击群核心的战力，这边根据了解都是来自于多艘满载战斧飞弹的伯克级飞弹驱逐舰。而五角大厦在此刻也罕见的
公布了它的雷射武器正式的进入实战的部署当中了。赶快来看到空中又做了哪一些的准备，包括现在呢，因为情势太紧张了，所以往返以色列的国际航班已经出现大规模的避让，还有包括往返黎巴嫩的航班，而西海岸地区也出现说被看到大量的美国跟以色列的无人机在上空做盘旋。那伊朗方面当然完全的备战，不甘示弱，赶快来看到伊朗方面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先是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进入到地下碉堡，在碉堡内说要指挥作战。革命卫队也将大量的悬挂国旗放在他的舰艇上面，推进阿曼湾的周边关键航道，警告川普，伊朗已经随时都准备好要开火了。而现在来自于军事网站，军事专家也做了一个分析，其实就算美军到现在部署了非常多的准备，但是对于美军来说，其实是充满各种的压力的。来看到伊朗部署了哪一些武器让美军倍感压力，包括无人机蜂群，预估会做饱和性的攻击，针对不同的航母。而伊朗的导弹一次发射可以达到数十甚至是上百枚，在对于美军来说，拦截是一个事情是非常消耗的。另外，补给线也会是美军的致命弱点。伊朗也公布了射程超过了6000公里的新型洲际导弹的影片，但是未经外界的证实。最后来看到是传出呢，中国大陆为伊朗提供这种新型的电战设备，是可以探测甚至干扰到的是美方提供给伊朗的这一种星链上面的设备。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美军一次推进了2艘航母，还把这个雷达武器全部搬上了实战部署，这是战略贺阻吗？中东这一战看起来是已经完全无法避免了吗？现在这个因为林肯号它也花了大概1个多礼拜啊，这算快，从这个我们中国南海地区赶过去了。可是那个时候的伊朗情势还是比较紧张的，地面的情势还是在伊朗的政府还在镇压逮捕这些就是起事的分子啦。那现在情况，伊朗的内部事实上已经比较平和了。那街头的暴乱啊，还有这种大规模的逮捕啊，甚至大规模的这种处决人犯的这种情况，好像也没有出现。因为最初本来说有800个这个犯人抓到的，在街头闹事的或者说跟外界有互相勾连的那被逮到了。本来是按照伊斯兰律法的话，那可能是要处决的。结果呢，川普那时候说：“哎呀，他们跟我们谈了以后这个800个人基本上不杀了。”那所以现在地面情势是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热了。可是呢，周边情势反而紧张起来。那这边很多的报道都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对伊朗实在是高度警戒的。那他也攻击过伊朗好多次。那现在美国的这些大批的战舰都到了以后会不会发动这个直接的攻击？因为有人说这么老远去，除了1艘航母，还有6艘伯克级的舰艇，2艘攻击性潜艇这些的军力是可以掀起一场大战。不过我们没有听说大量的，就是说要这个陆上的战斗人员，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海军陆战队，或者说正规的要登陆的这种装甲部队，好像没有要动员。那也就是说，这场战争的形态看起来可能就是说这种远距的超视距的攻击，那就是用这个空中的武器来对打。那现在我认为美国这个现在要打起来，事实上美国已经准备好了，架势拉开了，对不对？那个伊朗也已经全面备战嘛，对不对？哈梅内伊已经进入了这个地下的这个指挥中心所以看起来一触即发。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第一个，伊朗他说你打我的话，我也要报复，那很可能是打这个美军的在这个海上的舰艇，还有一个伊朗说打你附近的美军基地。光在这个附近美军基地，美军可能都是好几万的部队这个地面部队。那美军是不是准备好了？他在附近的这些阿曼湾附近的好些，甚至在沙特的一些美军基地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那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川普的问题现在蛮多的。那他的里面的一些所谓的MAGA派的一些传统支持川普的，
最近有一些人跟川普怎么样割席而坐，有好几位，包括一位众议员。那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当时支持你的时候，就是你批评民主党滥用武力，在海外参加了一些没有意义的战争，都是民主党啦。所以呢，你当时说你当选以后，你不会再打海外战争。所以当时这个美国在是第一次攻击伊朗跟第二次攻击这个委内瑞拉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就已经退出了，这是 MAGA。所以这个如果是一般民主党人反对的话，川普可能不会那么在意。可是如果他的 MAGA 阵营的人会说，你当时支持你就是因为你不胡乱用兵，那你现在突然你又打了这个伊朗，那可能会造成他国内那么 MAGA 阵营的进一步被分裂掉，那这是他的问题。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战争可能都要在那个节骨眼上打。那你现在这个伊朗内部的情势已经迟缓的时候，你打伊朗的用意是什么？对不对？你可能有胜算，可能问题就是说你愿意承担你的损失，可是你的出兵的目的是什么？师出要有名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情势虽然紧张。可是我觉得，真的要打起来，对川普来讲的话，那可能是弊大于利。那如果是对他的政治的处境弊大于利的话，我觉得他会很审慎。好，原本川普是说他在第二个任内的时候，他是不会在海外动武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回看起来是战争一触即发。那当然，川普前提也有说过，他说在2个月，他认为伊朗就可以永和了，所以他们应该要先动手。就看接下来美方的动作是什么。那刚刚其实讲了嘛，伊朗方面则是已经完全的做好备战的准备了，包括启动他的无人机、海跟飞弹都在远端做好了准备。这一种武器能够打败美国的高价值目标吗？干哥怎么看？对，刚刚大使讲没有错，就是说你今天到底要怎么打这场仗？我今天到底是要实质占领，就像沙漠风暴自由伊拉克这种行动，那是真正陆战队要上去的。陆战队要上去，一定牵涉到调动，牵涉到调动的话，就是全球部署，那所有的后勤指挥跟支援都要跟着上去。你现在看了没有？代表说，今天你要干预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坦白讲一句，那你要有非常多的动员。可是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的后勤有在动员这样，所以你可能要在援引这个去年那个12日战争去修理伊朗，把它的核设施给击毁的话，那现在美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你这次的目标不是核设施，而是想要把哈米尼这个政权给拉下台来。那恐怕需要地面部队，没有地面部队，你要怎么样去真正？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应该对于大部分伊朗人而言，他们是无辜的，你只是对于神权政府，你想要拉下台来，可是你今天如果不派地面部队，甚至不派特殊任务小组的话，你根本做不到。尤其是你今天派了航空母舰CV-72林肯号已经抵达阿拉伯海，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波斯湾了。那另外一艘可能是罗斯福号 CV-71也会到。那2艘航空母舰他们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可以告诉各位，他们如果要派战机真正到德黑兰的话，那直线距离是1000公里，那已经到了战斗机的极限，除非战斗机在空中进行加油，而且不止加油一次。对，所以真正你要忌惮的不是光是这个，你还要稍微退后一点，不能太靠近。为什么？因为伊朗如果真的照他所讲，照革命卫队他所讲，一次恐怕是数十到数百枚的无人机的话，这双方都牵涉到什么？因为像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面已经被证实非常有效，因为他们都支援给俄罗斯用，非常有效。那但是呢，如果说他要攻击在海上的航空母舰，它的航程到得了到不了，那美国呢也一样，怕会被他打得中的话，数百枚群风式的无人机直接进袭在波斯湾上面的美国航空母舰的话，那美国承受不起。大家要知道，美国航空母舰只要中弹，那是全球头条新闻不要说把它打残了，它只要中了一发，那很可怕。当然，伊朗他们现在有很多宣传媒体，他们甚至
在挂在那个街上都说，你看这就是美国航空母舰的甲板，已经变成从白色变成红色了。他们那个画的那个漫画还真的很写实。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你可能把它贯穿可能，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打成，那必须至少要数十架的无人机都命中目标才做得到。所以我觉得川普跟哈米尼现在互相对方都在试探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打这场仗。可是我觉得对于川普而言，不打不行。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真的没有一些有效的作为的话，那你上次所建立的美国真伟大的那种概念，你就会被人家打破了。就说哦，原来你去伊朗也不敢真的教训对方，因为他背后可能有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所以你也顾此失彼，你会担心，你不敢真正的出手去教训伊朗。这就是川普他必须要去思考，他接下来他能不能够在他的大国博弈之中真的能够赢得胜利。所以对于伊朗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很值得观察的是，只剩下几天了，美军已经到了前线，不可能中途说啊没事了，对，回来不行嘛，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嘛，你要像以前打伊斯法罕的地下核设施一样，今天我也打了哈米尼在革命卫队的德黑兰地下的碉堡，打一次给你看看，你也许不会真的把他给打死，你不能再用 GPU 的57的钻地弹对付他嘛。但是你总要做一些让大家全球看到你美国的决心。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战云密布，很可能接下来会还让大家都要跌破眼镜。好，美军都已经这个武器呀，它的所有的航母都已经走到最前线了，就看下一步川普会怎么做决定。不过，除了要考量自身在军事上面的实力之外，还有就是地缘政治，甚至是中俄在这当中也有角色。那这一次传出来报道说，中国大陆也有寄出这种电战的技术给伊朗，可以阻挡下星链，做星链上面的干扰。中国大陆有可能真的做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支援给伊朗吗？中俄在这当中又如何左右这场战争，或者是介入多少？上志哥怎么看？我想这2年涉及到中东伊朗方面的战局，始终都会有传出说中国大陆支援武器等等说法。但到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些消息基本上都是自媒体当中的这些自媒体主所发布的哦。那我们看，其实最早来说，就2024年10月，当时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部分的冲突的时候，10月的时候，当时就是以色列发射了很多的飞弹。但是呢，就伊朗基本上好像都打下来了，外界都不相信伊朗有那么厉害的，所以就那时候就开始说，是不是由中国大陆提供的防空的这个武器？但事后证明，其实是俄罗斯的 S-300跟 S-400啦。那当然，一直到现在来讲，特别是单这2天。就又有这个自媒体博主宣称说，在中国大陆有连续56小时之内有16架中国大陆的运输机、大型运输机送去了，没照片哦。所以我们现在这几年听到的都没有照片。那但是目前我们传闻下来积累，中国大陆江湖传闻到底已经给伊朗哪些武器呢？首先传最多的就是轰七 9B，那当然作为防空性的系统，另外还有歼10C跟空警500，没照片哦。好，我们来讲中国大陆会不会给伊朗武器？我觉得从这些欧美的外围自媒体之外，我们也来看看在中国大陆里面有没有一些自媒体博主谈到这方面的事情呢？其实很少。虽然也有人说可能有，但是那种暗示性的部分东西都比较谨慎，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中国大陆对于这方面的内部控制的消息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像消息走漏，只是中国大陆的里面的网友们也很爱猜，我们的武器那么厉害，怎么不给伊朗呢？但是各位要知道在反对美国的阵营里头，在全世界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再来最近有巴基斯坦，主要是这几个国家有生产厉害的武器，供给那些反美或非美阵营的其他部分国家。所以伊朗自己本身就是生产武器的大国，大家不要忘记。像过去伊朗的无人机，如果不是在乌克兰，大家发现俄罗斯怎么有那么多伊朗无人机，外界都还不知道伊朗的无人机已经可以自己做到厉害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到底中国有没有支援，有没有具体给？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我认为以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包括中国跟伊朗之间，还是没有像比如说跟沙特啊跟等等那么样的紧密，最多应该是防御性的武器为主。
因为防御性的部分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所以现在这种认为，我现在大家都在传闻，主要也是敲碗啦，希望中国除了印巴这个空战之后，让大家看看有没有很厉害的，特别是电战技术，有没有一些体系化作战的，让伊朗可以把以色列或美国打得落花流水。大家也看到中国的新的武器的厉害，毕竟印巴战争已经快1年了哦，所以主要的原因是敲碗，我想。现在中东的战火又要再度燃烧了吗？美国总统川普他又在放话，他说呢，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因为美国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现在正在往伊朗来进发了。那么川普会这样讲呢，其实已经代表了美军想打伊朗的这个目的还是很明确的，并且模拟出了2套的攻击剧本哦。我们来看方案1，是所谓的有限打击，主要是针对这些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所在的军事设施做如这个手术刀般精准的力量去打击，那重点是削弱他们的军事力量。方案2呢，就是要把场面闹得更大，决定性的打击就是发动高强度的军事行动，要把伊朗现在的政权整个翻掉，不翻掉呢就不罢休，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好，2种方案呢要来实施都离不开一个重点，就是什么？航空母舰打击群。所以我们也观察到林肯号，它在通过马六甲海峡之后呢，它偷偷关闭了它的定位发送器，所以说现在林肯号整个航母他们是处于一个隐蔽的航行模式，这也是以往美军在进入到备战状态时呢一贯的模式。而它所上面搭载的 F-35这个逆踪战机也会是这一次如果要空袭伊朗呢必不可少的一个空中力量。除了 F-35之外呢，美军的海外基地还可以来帮助包括了 F-15E 啦，还有部署在其他更多地方的这些空中战力，都可以来做一些联合的支应。好，一言以蔽之呢，就是现在美军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动作，我们看到不管是明面上的、明面下的，都已经是这个蓄势待发的感觉了。这个箭呢，马上就要发出去了。那依照过往的经验，川普他授权的进攻绿灯，这个周末有没有可能就放行了呢？我们先请张教授来做分析。我们可以看，这林肯号航空母舰到位了阿拉伯海，然后它的一些相关的，包含空中预警机，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以及 F-15E， 如果都到了中东的美国驻军的基地停火之后，我认为一切到位了，它就可能对伊朗开始动手。那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有2个关键因素你要到，第一个空中预警要到，E3跟美国林肯号航母舰属了E2D， 这个2个都要起来，因为没有起来，没办法做空中管制，可能有时候会造成误击事件。是，那这个就非常重要。那这2个没有到位之前，我认为还动手的可能性还没有，因为要空中。另外一个我们讲的就是 KC-135空中加油机，因为这个航空母舰不可能太靠近伊朗，因为否则伊朗的地对舰的反舰飞弹会对航母的打击群实施威胁、实施攻击。那它会在它的这个飞弹有效射程一个安全的距离，那这个时候叫空中加油机了。因为空中加油机 F-35也好，或者是咆哮者的战机起来没有经过空中加油，可能在返航油量会不够。所以我认为这2个空中以及空中加油机到位之后，才有可能实施攻击。攻击的方式如何呢？我认为外科手术是。上一次的时候，在1月3号对委内瑞拉实施马杜罗实施这个类似斩首，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纽约去准备这个审判了。对，那我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室。那它的进行的步骤要有4个。第一个，一定要电磁制压，电磁权一定要先强调，对伊朗的防空飞弹电磁制压住，那这时候这就可以获得了电战的优势，才会有第2步。第2步，我认为美国会发射战斧巡弋飞弹。所以它这航母打击群为什么要过去？因为它的提康德洛加级的飞弹巡洋舰，以及它的我们所讲航空母舰的飞弹驱逐舰还有护卫舰里面有战斧巡弋飞弹，这个就是对它这个伊朗的重要的雷达站的关通系统、重要的指挥所先做第一级破坏，因为这样子的话，美国才可以掌握空优，先把它的关通系统跟防空飞弹阵地先做破坏。第3步骤才是派战机进入。那派战机就有2股兵力，第一个 F-35负责制空，因为它逆中战机，空优交给他。F-15负责对地打击重要的目标，因为这些相关摧毁完毕之后，美国经过人造卫星的战果征兆，还有哪些要继续要摧毁，还有哪些重点的目标要继续实施制压，这个时候交给 F-15E，那 F-15E 就准备过去
进入这个伊朗的境内来实施渗透性、穿透性的打击，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外科手术室。那会不会有地面部队进入呢？我认为还不会有地面部队，因为地面部队进入的话，会造成美军的伤亡。因为这一次在1月3号的委瑞纳，美国地面部队从来没有动过，就达成了外科手术室的斩首战，把马杜罗抓走。那这一次的话，它最重要的是对伊朗的高层、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以及哈美尼他的宗教领袖，我认为他会实施外科手术室的这种攻击。然后最重要的是情报掌握，所以我要认为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系统这一方面可能有情报分享的机制，那会把详细的位置经过以色列的掌握，然后告诉美方，美方实施动手。这种可能性最高，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知道，那最后面这一次最好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 F-15，因为它是我们讲的炸弹卡车，因为它上面炸的非常多，算是个轻型轰炸机。对，这个也有上一次的话，还有历届都有战果。然后我认为这一次重要的反制目标应该由 F-15E 来做担纲，然后把其他的还没有摧毁的这个伊朗的重要的政治军事的设施来做摧毁，所以我们一看，这是一个有限的战争，不是无限的战争，而且是外科手术的这斩首战。那至于斩首会不会成功，他们会不会藏匿这个9地之下，进入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碉堡的指挥所里面，让美军没办法做掌握，或者是就算掌握他在那个地方，但是没办法摧毁，他在地理之下，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美国会持续掌握到后续继续用兵的姿态，会给伊朗在军事上极限施压。伊朗呢，我们知道内部的这些抗威、游行、抗议、示威，那这个方面都还活动不断，换句话说，伊朗会面对内外的压力。那未来会不会造成它这个内部政权非常大的这方面的威胁？我认为会产生，变成也类似的这个里应外合，让伊朗政权在这方面可能会倾覆的可能性如何？我认为非常值得观察。好，刚才张教授给我们提出了2个观察的重点，就是电的这个预警机还有加油机，这2点一旦到位呢，美军这个手很快可能就会打下来了。好，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啊，换作是谁啊，当然都会怕嘛。但是伊朗啊，他们也不好惹，像是武装的部的发言人呢，就警告川普，如果有人敢对我们的领袖伸出侵略之手呢，我们不仅会砍断他的手，还会让他们的世界陷入一片火海。哇，你看这话说的很强硬哦。而且伊朗的这个武器库真的能做到这样的底气吗？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哦。伊朗虽然去年呢在跟以色列的对轰中消耗了700枚的飞弹，不过呢他们在美军的估计下，可能还拥有3000枚以上的各类飞弹，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法塔赫的超高音速飞弹啦、流星3型的弹道飞弹等等，而且射程呢是可以覆盖到2000公里的，整个中东都在射程范围之内。而且日前完成的这个试射啊，有这个高达1万公里的洲际飞弹哦，也是试射成功的，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哦，这个大家伙。那我们都知道呢，另外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也都对伊朗有一些飞弹的资源，我相信这也是美军所忌惮的。那好，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军很积极在部署它的 Golden Dome 它的机穹系统，但是在机穹系统都还没有建制完成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像这位伊朗发言人警告的，你打我，我就让你美国陷入一片火海，防御上做得到吗？美军可以防得了这个伊朗最可能的反击手段大概是什么？来，将军。我们讲了这个美国虽然拟了2套攻击伊朗方案，第一个是有限打击，我认为有限打击它没有效，在去年6月份已经证明过了嘛。美国跟以色列来讲，对伊朗这个持续的空袭了12天，但是虽然说是也可以称之为有限打击的，但是它现在一样依然又壮大起来了，所以有限打击是没有效的。第二个来讲，决定性的打击，我觉得它做不到。为什么美国做不到呢？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那你根本做不到。你光想要靠空中的力量屈服敌人的意志，或许对一些国家你可以做得到，但对伊朗这个国家，你光靠空袭是屈服不了他的意志的，因为他有很强烈的这个宗教的思想在里面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地面部队进去，做不到。那这次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准备了大量的导弹，
美国跟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战略观念还是传统的空中的空袭制空作战，或者是地面的武力攻势作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来讲，都有强大的空中以及地面攻击的力量。但是伊朗这一次给我们示范一次什么叫做导弹作战，我称之为也是一种不对称的作战。它虽然说它没有很强的空中武力啊，水面的舰艇或者是地面的作战武力，可是它有很强大的一个导弹。那你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就是不对称的作战，它一样可以对以色列这个距离1000多公里以外的国家来用导弹来实施攻击。去年6月份，它已经证明了，它确实是你的拦截力道后续去年6月份之后这个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拦截，那个感觉上面它的拦截率已经降低了。那以色列自己有好几个重要的设施都被击中目标。那美国来讲的话，现在它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重要军事基地，包括卡达尔的这个乌代尔空军基地，包括在巴林的第5舰队这些都是在伊朗的导弹射击范围之内。那如果说美国自己也知道担心了，他现在开始将这些基地人员做一些撤离，可是这个你能够撤离跑得了，庙跑不了。这个和尚可以跑得了但是庙你跑不了。如果说伊朗一旦对你这个基地设施实施打击，那你一样会遭受很重的损失。尤其是这次伊朗它号称它有一款的新型的导弹，洲际导弹，射程可以到达1万公里。我们不论它是不是吹牛，但如果说它已经讲出来的话，那确实可以对美国实施攻击。当然不至于对美国全国造成一片火海，可是他只要找到以美国这种他只要老百姓他的几个主要城市遭受到一枚的导弹攻击到，我觉得对美国全国的政局来讲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遑论这次如果说伊朗已经准备了将近3000枚的各型导弹，我觉得这个不是吹牛，可行性是很高，因为去年6月份之后。我们就听到伊朗大量的进口硝酸铵这一类的这个导弹发射的原料进口，然后中间有一次还发生过爆炸，那可见它在大量的存储以及制造这些弹药。但最后我们要知道，伊朗这个国家它最大的武力是什么？是革命卫队，它不是国防军，国防军武力不强，但是革命卫队是真的是有战力的一支部队，而且是有宗教思想的一支部队。那如果说你贸然跟伊朗开战，你第一次没有办法将它这个实施斩首定点清除之后，那后续来讲，那会不会他跟你来一个鱼死网破？他这所有导弹一股脑的往以色列砸过去，往你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砸过去，那当然会对美国跟以色列造成很大影响。大家不要忽略了，这次以色列纳坦雅胡已经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他准备承受住700枚的导弹的攻击所以说纳坦雅胡自己也心知肚明，如果这把火打起来的话，以色列势必会遭受到将近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当纳坦雅胡是说，我就算我承受700枚的这个巨大的损失，可是如果可以将这个哈米内伊这个宗教政权铲除来。他觉得还是划得来，所以从他以上讲这些话，你就知道以色列如果这场仗一打起来，他一定会遭受到攻击。当然，只是说如果说你以色列承受住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后续的可能就不只是军事上的问题了，而是国内的政治局势，以色列老百姓可不可以接受？还有美国，还有国际的战略观点、地缘政治上，如果说这个当这种导弹确实发挥它这个所谓不对称战争的这种效果之后，那对于全球的后续以后的战略想法会不会改变？对于整个地缘战略会不会有重大的改变？这才是觉得更加以深思的。但是我讲一个结论，我认为美国不敢贸然的动手。还是不太愿意贸然动手，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对伊朗打下去了，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呢，可能就要先挨打。不过，总理纳坦雅胡也已经做好壮士断腕的决定了，说我愿意承受700枚这个飞弹的攻势，但是如果可以把这个哈米尼的政权铲除掉，他认为是值得的。可见中东局势现在已经很接近一触即发的状态了。不过开战前呢，川普也再次强调，他将对跟伊朗有往来的一些国家加征25%的关税，并且是很快就要生效了。可见美军要飞弹跟这个经济武器一同来发难。那当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嘛。而如果美国真的等手让哈米尼政权垮台，势必会扶植一位亲美的领袖
上去做这个政权的交替。那么长久以来，对中俄两国在中东的布局会有什么非常重挫的严重性吗？还有这么多年来，伊朗人民已经习惯这样政教合一、这样神权政治的哈米尼式的这样的洗礼呢？如果这个时候伊朗社会的最大群体换老板了，换了一位亲美的领袖，在这个情感上能够接受吗？杨老师，伊朗不是委内瑞拉，格陵兰、黎巴嫩，伊朗也不是伊拉克。美国要在那个时候打伊拉克战争，都是出动地面部队。那当然，现在如果要打伊朗，真的能够一下子取得全面胜利吗？占领伊朗吗？还是说只不过是重点的飞弹的打击，然后呢，加速伊朗政府内部的这种混乱，以及它可能走向动荡？所以几个选项都会对美国跟对伊朗跟对整个中东都不同的影响跟冲击。那当然也会对中国跟俄罗斯会有不同的影响。如果说伊朗能够抗拒了美国几次轰炸，其实有点像是延续过去几波的这种情况。那内部的这种就是说那种压力锅会更加的闷烧。那这个东西等待下一次什么时候呢？会怎么样的爆发？不知道。但如果说美国决定真的是要去政权更替，对，那就必须要除了飞弹之外，甚至可能有一些地面部队，或者是说呢进一步进去渗透，然后支持反对的力量。对。可是反对的力量现在看不到有武装的力量，武装主要还是在革命卫队跟他的民兵组织。那有没有可能他们转变？这是我觉得美国在这几十年来大概都思考过，但没有成效。也不要忘记，伊朗还是有很庞大的神权支持者，毕竟这个什叶派的支持者还是很强劲的。是的，所以就算是我们做美国最理想的打算，他在短期之间可以去更替政权不一定他自己美军进去更替，而是里面的内部的政府动乱而出现新的这个政权，它会不会出现一个亲美的政府呢？我个人觉得，愿意跟美国交往、愿意跟美国和解的这个政府，其实这个声音一直都存在。现在的伊朗的总统，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比较温和派，但是他没有实权，对，因为最高领袖掌控一切。所以如果说这个现在不要讲变动太大的话，现在的伊朗总统如果真的掌实权，他可能愿意和解，但他不一定会亲美，因为他也知道整个伊朗人民的组成，以及伊朗在这里的地缘利益，还有呢过去和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他完全的亲美，你事实上可能造成地缘政治很大的变动。那当然跟过去俄罗斯的战略跟军事关系，跟中国大陆的能源、军事还有外交关系，可能都会随之改变。所以这种变动可能大概不一定是一个新的伊朗政府出现。那我觉得愿意和解、愿意交往，也是美国愿意的。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和解交往的伊朗的新政府对以色列也是相对安全的。但前提是如何能够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政府，这是现在美国在思考的。